你们哪儿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你好，这包间是我女儿提前订好的，我们是来赴约的。订好的？这包间今天是要接待贵客，你们是什么人？配进这儿？就凭这身打扮，两个乡下来的，别以为我们这儿随便什么人都能往里钻。我可是这次见面宴接待的负责人，我怎么不知道会有两个乞丐要来？姑娘，说话客气点儿，我们穿着朴素，但不是乞丐。你闭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目的，不就是想趁机蹭吃蹭喝？真当松鹤岩是谁都能进的地方？姑娘，你看，这是我女儿发来的消息，地址和包间号对得上，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去核实。这年头谁不会造假？你们这些人少来这套。我的天，那尊瓷器呢？是不是你们碰的？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碰的，我们一直坐在这儿没动过。我们真的没碰，你们进来之前他就已经……这屋里就你们两个，不是你们还能是谁？你干什么？凭什么打人？凭我是总裁私人助理，凭你们摔了今天总裁要用的东西。都看清楚了，这尊瓷器可是景镇官窑的孤品，300万，少1分钱，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出这个门。多少？300万，听不懂人话吗？拿不出来，今天我就让保安把你们扣在这儿。你这是敲诈！我们进屋的时候这东西就已经碎了，凭什么赖在我们头上？别想耍赖，就只有你们在这个包间摔了东西还想赖账。我活了这把年纪，敢做敢当，没做过的事儿打死我也不认。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我劝你们识相点儿，今天这瓷器可是冯总专门要送人的，300万已经是给你们留面子了，要是耽误了冯总的大事，你们赔得起吗？云言，给梅梅打电话，把她喊来吧。梅梅在忙，她好不容易回国，今天又是办喜事的日子，说好我们来谈，怎么能叫她赶过来收这种烂摊子？怎么不敢打？刚才不是还吹牛说这房间是你女儿订的吗？让她来呀，我倒要见见她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喂，妈，怎么回事？梅梅，我们这边出了点事儿。谁在你旁边？你就是这俩老东西的女儿？我是。你哪位？我是冯正冯总的助理秦玉珍。你爸妈擅自进了我们预定的包间，把里头准备的礼物给摔了，那可是300万的瓷器。你现在马上转账，不然我就让保安把他们扣在这儿。你说是我爸摔的，你有证据？就他们两个坐在里头，不是他们还能是谁？扣我爸妈？你没这个权利。少废话，摔了我们店里的东西就要赔钱。20分钟，我马上到。行，记得带钱来，少1分你爸妈今天就走不了。会议先停一下。杨总，出什么事儿了？松鹤园，我爸妈去那儿商量婚事，有人说他们擅闯包间摔了瓷器，还要扣着人不让走。杨总，这次订婚宴的包间是冯总那边安排的，会不会有什么误会？老周，你跟我去，先别露面。我和爸妈刚回国就遇到这种事情，我倒要看看我的未婚夫冯正他是怎么开店的。听说里面那对老夫妻霸占包间，把冯总准备的见面礼摔了，秦助理硬要他们赔，可那两人瞧着不像坏人啊。别乱说，秦助理是冯总跟前的红人，还是干妹妹，谁敢多嘴？哪个冯总？冯正冯总啊，今天包间这边的接待都归冯总的助理秦玉珍管。爸妈，梅梅，爸妈给你添麻烦了。爸妈，你们为了我操劳了一辈子，今天我只是想让你们来见一见女婿，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梅梅，不是你的错。你说这瓷器是我爸妈摔的？哦，你就是他们的女儿，你爸妈可是摔了冯总准备的见面礼。你说这是冯总准备的见面礼，可这尊瓷器是杨记购买入库，这是当时的采购单，供货商批次编号都在上面。景镇一家外贸厂批量代工的仿古工艺品，出厂价一件不到800块，而这3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哟，背得挺全啊。不过你以为你是谁？拿着一张单子就敢说是杨记的采购单，知道冯总和杨记的关系吗？
冯总可是靠杨记的资源起家的，你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女人，还敢在这儿拿杨记装模作样？你真不认识这采购单，也不认识我。哼，我只认钱，300万，你现在打过来立刻走人，不打就在这儿耗着。瓷器肯定是你们自己撞倒的，不仅打我，还反过来高价赔钱，你们这是讹人！你一个老东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你女儿要是真有本事，能让你们穿成这样，我看她就是靠着攀高枝才敢再冲大爷。你胡说什么？也不知道背地里走了什么路子，还敢拿杨记耀武扬威。不过你算是找错人了。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女儿清清白白，是她把杨记撑起来的。靠什么本事？靠这张脸？这一巴掌，第一，打你欺辱老人；第二，打你血口喷人。好啊，你个贱人敢打我！真以为拿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假单子就能在这儿撒野？你也不打听打听松鹤院这块牌子背后是谁，你心里没点数吗？既然你做不了主，那就把冯正叫来。你还敢直呼冯正哥的名字？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能喊他哥，我为什么不能喊他名字？我可是他未婚妻。未婚妻？就凭你这副穷酸样，好，你给我等着。玉珍，出什么事了？脸怎么肿成这样？冯正哥，你可算来了！就是这2个老人，刚才强行占了我给你安排的包间，还把那尊准备送人的见面礼摔了，他们死活不肯赔钱。不对，我确认过，杨梅现在还在国外处理事务。你是？冯正哥，你要给我做主啊！就是他冒充你未婚妻，动手打我，还拿假采购单不肯赔钱。这位小姐，你长得确实像我未婚妻，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在这儿招摇撞骗。你们摔坏了我准备的礼物，还动手打了玉珍，这件事性质很严重。看在之后我还有贵客要招待的份上，我可以不追究其他责任，但那尊300万的瓷器，你们必须赔偿。冯正，你就是这样处理事情的，一句话没问清楚，就凭他的一面之词就给定性了。难不成你让我相信你这个满嘴胡话的女人？再说了，我未来的岳父岳母那是杨记的老板，怎么可能穿成这副寒酸样？你们骗人也不打听清楚底细。冯正，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手段不少啊，这年头弄张合成的合照有什么难的？我可是确认过，今天只有我岳父岳母会来，杨梅本人正在国外交接事务，根本没空回来。你还在装什么装？这样吧，我给你们留个台阶，赔偿款降到30万，再写一份道歉信，亲口承认是你们摔坏了瓷器。只要做到这2点，今天这件事儿我就不再追究了。如果我不写呢？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这里可不是给你这种人撒泼的地方。冯正哥，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刚才打了我一巴掌，精神损失费也得算在其中。还有这几个人赖在包间不走，耽误了咱们这么长时间，误工费也得赔。你们知道今天这地方要招待的是什么贵客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身份，还敢冒充冯正哥的未婚妻。我告诉你，就算真的是冯总的未婚妻来了，在这儿也得让着我。冯正，你也是这么想的？玉珍是我妹妹，我当然向着我妹妹。所以在你们眼里，没有公正，只有包庇。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身份，还妄想和我妹妹比。冯正，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黑白不分的人。我怎么样的人，轮得到你这个老乞丐来评价？你们真的知道我是谁吗？你还能是谁？怎么死到临头了还想说是冯正哥的未婚妻啊？冯正哥本人现在就站在这儿，他可能认不出来自己的未婚妻吗？好，既然你们不相信，也不认识我，那我就把认识我的人喊来。还要叫人？在这种地方，你还能叫谁来？老周，我出国太久了，国内的人看来都不认识我了。我也没想到，连我的未婚夫都有了另一面。为了纵容他的好妹妹，竟然敢讹诈我爸妈。杨总，冯正他怎么敢这样？冯家能有现在的局面，靠的还不是和您的这层关系？他们现在扣留您的父母，简直是忘恩负义。哟，随便找个人就敢冒充杨记的管事老周，你们这一唱一和的，演的真是一出好戏。老周，10分钟内到景悦厅，带上这次接待安排原件和礼品采购合同，
还有冯总裁办公室这半年以来所有以接待礼品采购为名义报销的账目，一份不少的给我带过来。明白，杨总，我已经在楼下了。他真的是老周？他怎么会在楼下？你真的是……冯正哥，你别被他唬住了，就他这种水平，找群演假冒老周，真当我们是好糊弄的吗？我不管你是谁安排来试探我的，看在往日情分上，今天的事就算了。我不走，你欠我一个解释。他打了我妈，这一点我要你给我个交代。冯正哥，是那个老太太先开口骂人，还摔了东西，我才……好了，手下人做事确实有些过激。这样吧，我代他向你道一句歉，行了吧？代他道歉？冯总裁，你这个做哥哥的确实该代他道歉，但你觉得仅仅这一句道歉够吗？你还想怎样？你连你助理打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连事情的真相都不愿意核实，随口就是诬陷，张口就是300万，还要扣人，让我爸妈在这儿像犯人一样站着受审。冯正，你真当这江城没有法律？杨总，你就是他电话里找来的救兵，看起来穿的倒是像模像样的。杨总，这是本次订婚宴接待安排的原件，有您的签批时间和审核记录。这是锦鲤厅这批礼品的原始采购合同，包括地上碎掉的瓷器在内，共17件。供货商是景臻恒泰外贸工艺厂，总金额14280元，折合每件瓷器的均价是840元。还有这个，这是冯总裁办公室这半年以来所有以接待礼品采购名义报销的账目明细，我们核对过，共计23笔，报销总金额471万3000余元。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报销，什么800块，你这就是伪造！这一笔是3个月前以客户重要宴请礼品名义报销的16万8000元，对应的地址是秦助理名下的一个快递代收点。这些东西，你到底是从哪里拿到的？我从我杨记的财务系统里拿到的。冯正，你给我听清楚了，松鹤园这次订婚宴的接待走的是我们杨记的账，你那边报上来的这些虚假礼品采购款，最终全都在财务流程里对冲掉了杨记的成本。也就是说，这471万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绕了一大圈，用我们杨记的钱大摇大摆的报销进了你们冯家的口袋。你真的是……杨梅，杨记掌门人，你要见的那个未婚妻就是我。杨梅，你真是杨梅？杨总的身份，江城商界谁敢冒充？冯总，睁大你的眼看清楚了。就算你是杨梅又怎么样？这几份账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采购走账是2家公司协商好的商业行为。协商过？你睁开眼看看，这是杨记财务审计的特殊标注记录。冯正，你给我听清楚了，这23笔所谓的报销里，没有一笔有我杨梅的审批签字，更没有经过杨记任何一位正式授权管理员的签批。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些钱全都是违规操作，你们走账用的是一个3年前就已经被勒令撤销的子账户，而这个账户当年的授权人是现任运营副总杨建国，也就是我三叔。建国，这怎么可能？怎么想说我三叔权力大？这个子账户已经在去年年底完成了全部的注销流程，但诡异的是，就在注销前的最后3个月里，该账户突然密集走账11笔，总金额高达193万余元。冯正，这11笔钱的对应时间节点，你比谁都清楚吧？那刚好是咱们2家谈订婚的窗口期，你是一边吃着杨记的肉，一边算计着杨记的婚，真是一举两得啊！你查过多久了？很久，久到足以看清这每一笔烂账。冯正，事到如今，我不知道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也许你只是为了维护你那个冯家的面子，在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你真的一无所知，被你的好妹妹耍得团团转。但从今天开始，这件事会由我们杨记的法务团队全面介入，所有涉及与冯家相关的财务往来、合同流水会全部进行独立审计。审计？妹妹，那是我们2家的合作。在审计结果出来之前，你我2家的订婚宴正式暂停。妹妹，
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这样，都是他，都怪他，是他跟我说那些账目没问题的，是他在那瞒报，我也被他骗了。风正哥，你不能就这么怪我，那些钱明明是你。秦玉珍，你不用在这儿狡辩。今天这里发生的所有事，保安室都有最完整的监控储存。你刚才怎么动手打人的，怎么诬陷我爸的，怎么伪造那300万损失金额的，每一条每一句都在录像里清清楚楚的记着。这些东西我都留着。至于你后续的处置，我们法务会走正规法律途径，奉陪到底。今天辛苦你们了。关于今天发生的事儿，我希望就此打住，不要对外乱传。今天所有的内部监控记录必须全部封存保全。随后会有人来跟你们对接，只要实话实说，杨记不会亏待你们。是，杨总，我们一定配合。爸妈，我们走吧。妹妹，今天这事闹成这样，你三叔那边……妈，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件事儿我来处理。杨记的根子得我自己来查。杨总，杨副总那边怎么安排？老周，你跟着我爷爷多少年了？27年。27年前，杨记还只是个前店后厂的小铺子，那时候我还是个连灶台都摸不上的小学徒。那时候杨记是什么样？老爷子那时候一碗高汤要吊12个小时，说1分钟都不能差，不到火候不出锅。他说杨记的招牌是一辈子一辈子熬出来的，不是靠走关系，不是靠拼价格，就是靠着口味，靠着良心。那时候的杨记没现在这么大的规模，没这么豪华的包间，可每一分赚回来的钱都是干干净净的。老爷子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这点良心。所以这口锅我不能让它烂在里面。梅梅，陈律师，有件事需要你来跟进，涉及一笔内部财务走账，金额约470万，走账人是现任运营副总，对接方是外部供应商和冯家名下的关联账户。我手里有原始凭证，你这边什么时候有时间？现在。法务组的所有核心成员今天必须全员到岗，另外封锁所有和运营副总办公室相关的财务接口，不要打草惊蛇。梅梅，你三叔这个人，他不是坏人。父亲一直是这样的人，再苦的日子也要收拾得干净体面去见人。爸，坏不坏不是我判断的，杨记的规矩对所有人一样。爷爷，熬汤这么麻烦，咱们直接去菜市场买现成的不就行了吗？梅梅，这锅汤的味道不是用钱买来的，是守出来的，守不住这个火，汤就散了，再好的骨头也救不回来。守火这么累，谁能守得住一辈子啊？守得住这口锅的人，才能守得住杨家的魂。爷爷，杨记这口锅我得守住，不管锅底下藏了什么，我都得把它清干净，然后重新把火燃起来。当年爷爷吊一锅高汤要12个小时，我守一件事儿，用多长时间都行。还没睡？爸，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见过这孩子，他从小就是这样，什么都想往自己手里揽，什么都想有个依靠。他不是坏人，梅梅，他就是太怕失去。爸，你知不知道今天那笔钱是怎么走的？建国书用的是3年前就该注销的子账户，签批权限是爷爷当年给的，一直没回收。这件事财务系统有记录，陈律师已经在核查。爸，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是有人帮着他做的。冯家那边有人在配合他走这笔钱，配合的人就是冯正。梅梅，这门亲事是我和你妈点了头的。我知道，
你爷爷临走的时候说杨记的事儿靠你，家里的事儿也靠你。我那时候以为你嫁了人有个依靠，家里也有个依靠，你就能少操点事儿。爸，我不需要那种依靠。三叔、冯正，你们真以为借着这种依靠就能随意蚕食杨记？这件事，从明天开始，我亲自来收。杨总，陈律师那边有消息了，昨晚连夜梳理了账目，初步确认有3笔对冲记录存在问题，涉及金额约193万。陈律师建议今天启动内部听证程序。好。还有，杨建国副总今早来了，在会议室等您。知道了。三叔比我爸小7岁，从我记事起就在杨记做事，是爷爷一手带出来的人。他见过杨记最苦的时候，也跟着杨记熬过来了。看着杨记这块牌子从街边走进高楼大厦，但他这个人骨子里的那根刺长得比杨记的基业还要深，那根刺叫做凭什么？凭什么一样的姓，他就只能端别人的盘子？凭什么他在杨记拼搏了半辈子，最后这个家还是不姓他杨建国？梅梅，昨天松鹤园那件事儿，我听说了，你做得对。冯正赶那小子太不像话了，他那边我也觉得处置妥当。但账目这个事儿，有些情况你不了解，那笔钱当时是有用途的，是要打通一条供应链的渠道。后来计划取消了，我准备慢慢补回来，只是这段时间太忙，还没来得及入账。建国叔，你不需要跟我解释用途。这份报告上面有3笔问题记录，涉及你的授权签批，你可以看一下。梅梅，你是要……我要启动内部听证程序，按照杨记的规矩走，你配合调查，如果是失误操作，我们内部处理；如果是有意为之，按照规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我不会因为你是我三叔就网开一面。好，你说怎么走就怎么走。建国说，爷爷那一辈把杨记做起来，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人来拜的。谈好了？谈好了。啊，今天上午冯正那边的律师发来了一份函文，措辞比较强硬，大概意思是昨天松鹤院的情况是误会，冯氏集团认为杨记的专项审计会损害双方的商业信誉，要求撤销审计申请。老周，你回一份函件，措辞比他们更强硬，告诉他们杨记的审计不需要外部批准，我们是按公司章程和法律程序走，有任何法律问题随时可以在法庭上见。明白。杨总，这是物流部刚送来的关于那批所谓的高端食材进场记录，全都是半夜进的货。杨总，这是3年来财务流水的异动曲线。根据我们审计团队的核算，总金额471万，问题笔数23笔，每一笔都做得非常隐蔽，表面上是合理的食材损耗和推广费。这3笔大额资金流出涉及一个早已注销的子账户，这个账户本该在3年前就注销，但有人利用系统漏洞保留了他的后台权限，专门用来进行非法对冲。这子账户当时杨副总在管吧？除了他，没人有这个权限，这是最核心的部分。这400多万的资金最后都以咨询费的名义流向了这家弹劾信息咨询，但经过调查，这家公司根本没有实质性业务，而这条链子的末端是李建成的建成渔业。供应链回扣、虚假咨询费、不合规食材的合同差价，3条线最后都汇到这里。建议同步对建成渔业提起合同违约调查，并向相关监管部门举报其食材质量问题。李建成，杨总，您看这组对比，送过来的那批冷链食产检测报告上的数字和实验室复检出来的数字差了多少？这不仅仅是差价的问题，这是在刨咱们杨记的根，万一出了食品安全事故，爷爷攒了一辈子的口碑就全毁了。杨总，只要您签字，
就可以立刻查封建成渔业的所有往来账户，并向监管部门提交证据。好，这份报告今天备案，法律流程今天启动，建成渔业的合同从今天起暂停执行。还有一件事，杨总，昨天松鹤苑的监控，我们已经申请调取原始存档。秦玉珍当时的行为在录像里有完整记录，打人、诬陷、伪造损失，每一条都有完整保存。证据确凿，你打算走什么程序？走司法程序，该怎么追究就怎么追究，不谈和解。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起草诉讼状。梅梅，这是你爷爷临走前交代我保管的，说等杨继遇到难处再拿出来。妈，我知道了，您和爸安心在家，外面的事有我。虚房已虚留，原来爷爷在20年前就看穿了三叔是什么样的人。爷爷，您的这份底牌我接住了。三叔，既然爷爷给了你防和留的机会，你自己没有接住，那就别怪侄女我按规矩办事了。杨总，老周，明天上午开全体管理层会议，通知所有人到场，一个都不能少。好的，杨总。议题是杨继新的采购规范和供应链审核标准正式实施。另外，把大堂正门上那块老牌子重新挂回去，就是爷爷当年亲手写的那块。明白，杨总。今天还有3份合同需要审，2份声明需要签，还有1封给建成渔业的律师函需要最终确认措辞。李建成，既然你选择和杨建国一起喝杨继的血，那就别怪我把这锅汤连盆带底都端了。杨总，杨建国刚用私人手机在几个老客户群里发了消息，说您为了给父母出气，当众清算供应商，还要彻查所有高消费客户。查客户？三叔这是怕我查得不够深，特意帮我把火烧大一点啊。就是你一句话，要清算这么多年的老供应商，还要查我们所有老客户，以后谁还敢来杨记吃饭？来一顿饭还要被调查？没错，我从杨老董事长在位的时候就在这订桌，吃了20年了。今天既然听说要被查账，你们杨记是不是店大欺客？各位老板，这中间肯定是有误会，我们梅梅不是那个意思。误会？群里消息都传遍了，杨副总亲口说的，还能有假？他可是杨记的元老。这位先生，有话好好说。我女儿做决定一定是为了杨继好，她绝不会无缘无故针对客人的。你这小丫头片子，刚接手几天就想翻天，查我们？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在这砸了多少钱？退卡！今天必须把卡里的余额跟全退了，这种店该请我都不来。今晚正常消费的客户，杨记不仅不会查，还会补偿。但借着杨记名义做虚假接待拿回扣的人，一个都跑不掉。你少扣帽子，大家听见没有？他就是要查客户。张总这么怕查？我怕什么？我张某人行得正坐得端，我1年在你们这儿订多少桌？我是杨记的至尊金卡客户，我怕你查？大家评评理，咱们在杨记消费这么多年，现在这小丫头一回来就把咱们当贼审，你们能忍吗？老周，把张总这1年来的消费明细，尤其是那几笔涉及杨建国签批的客户礼品折返账单拿出来。张总，过去半年你在杨记消费86万，其中53万挂在渠道维护接待名下，由杨记的招待预算抵扣。你用杨记的钱，在杨记请你自己的客人，再通过杨建国安排的高价套餐套现，其中19堂接待，客人名单重复率超过70%，8次写着招商洽谈，实际到场的是你公司员工和亲戚。张总，这53万的账是你自己填，还是我送去法务部，让他们去你公司对账？你胡说！你这是伪造证据，这是赤裸裸的诬陷！大家别信他，他这就是在杀鸡儆猴。
他拿我当靶子，就是想吓住你们，好名正言顺的搜刮咱们的底细。张总，这19场接待的监控录像、点单员的证词，还有您和杨副总名下那个子账户的转账关联图，都在陈律师手里。如果您觉得这是胡说，咱们现在就可以报警处理。您是荣泰商贸的陈总对吧？您在杨记有3张储值卡，去年消费10万，其中一次被收了5万的礼物损毁费。那尊瓷瓶是您进店前就摔坏的，一直都是杨建国的手段。所以我是被讹了。我的天，这哪是开饭店啊，这是开黑店吧？连陈总这种老主顾都讹。我上个月好像也赔了一幅字画的钱。不行，我得查账。把客户补偿方案公布。所有被虚假收取赔偿的客户，经核实后3倍退还。杨记开通7日客户核账通道，所有账目可申请复核。杨总，你说到做到，我不退卡，我还愿意给你们介绍客户。谁让你们公布客户账目的？这是商业机密。杨梅，你懂不懂规矩？把客户的账目在大堂里公布出来，你这是在毁了杨记的信誉。谁教你这么干的？杨梅，你别在这收买人心。客户补偿3倍退还，你说得到轻巧，这笔钱谁出？最后还不是杨记兜底？违规所得先追缴，不足部分杨记先垫付，再向责任人追缴。追缴？你追得到吗？那些账目全都是通过空客公司转了几手的，合同上签的也不是我的名字，我就不信你这小丫头片子能把这笔死账翻出来。杨明的接待服务公司去年和杨记签过协议，而杨明是你外甥。自己亏钱给自己外甥，还拿我们客户的钱往里塞。三叔，你这生意做得比杨记还赚钱啊？说我有错，难道你没有？在你未婚夫店里欺辱人家经理，真以为可以胡作非为？这就是杨记新掌门人的处理方式，不调查不沟通，上来就打人。今天打人，明天就能打客户。是他们先羞辱我女儿。老爷子，您是他父亲，当然帮他说话，可视频不会说谎。没错，证据就在这儿摆着呢。那经理哭得那么惨，杨小姐这力气可真不小。妹妹，是妈没用，妈应该拦住你。要不是为了护着我跟你爸，你也不会在那儿动手，也不会被这群人抓到把柄。三叔，这视频谁给你的？哼，你管谁给的？内容是真的就够了。大家看清楚了，这种暴力倾向，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处事风格，你们真的放心把杨记交给他？内容是真，但不完整。老周，一会儿这2人进去，你就说厅里的东西不能随便碰，要是他们不老实，自己找个由头把瓷器摔了，赖到他们头上。这录音是伪造的。三叔，你要证据，我们有。当晚在场相关人员的证词、录音、监控存档，一份都不会少。谁私下删除或转移，我这边直接走法律程序。仗着自己是杨记继承人的身份就能随便乱打员工，那我们以后怎么敢在杨记吃饭？各位，我杨梅做事向来一码归一码，我打的是肆意嚣张的羞辱行径，不是普通员工。我愿意为动手的行为接受董事会问责，但那位经理当众羞辱女性、刁难老人、讹诈客户这些事，一件都别想蒙混过关。我们愿意替杨总作证。没错，以前管理混乱，出事了上头脱身，都是我们基层背锅。杨总，您是第一个说管理者犯错不能掩盖的人，我们愿意跟着您干。从今天开始，杨记整改第1条，任何管理者犯错都不能用职位遮盖，包括我。你们现在拍他马屁，以为他能护你们一辈子？杨记没我撑着，明天客户全跑了，你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三叔，你还真把自己当杨记的根了。我就是，没有我这些客户资源，杨记半年内必亏。各位愿意继续留在杨记，是因为杨建国，还是因为杨记能给出干净账目、公平服务和明确补偿？我做生意20年，罪犯被人当傻子宰。杨副总，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取款机，5万块的损毁费，你居然也吃得下去？只要你们真正改，我可以继续合作。没错，吃饭图个干净舒心，谁想一边吃饭一边被内部高管算计？杨总这3倍退还的态度，
我看比所谓的人情值钱多了。妹妹，你现在立刻停下查账，这些客户供应商有你爷爷当年谈的，你这么闹，你爷爷的心血就全毁了。这些都是老交情，做生意讲的是人情世故，不是你这么生砸硬闯的。你这是在刨你爷爷的根。三叔，你是怕我继续往下查，还是怕冯正他们撑不住把你供出来？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今晚的事到此为止。明早董事会我替你解释，只要你收手，我还能保住你的脸面。否则明天讨论的就不是杨记整改，而是你有没有资格继续管这个家业。三弟，当晚被欺负的是我和云霞，你不问坏人错在哪儿，先问我女儿凭什么查？你这个当叔叔的是这么当的？公司管理不是家长里短，你不懂就别插嘴。三叔，你可以质疑我的管理，但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爸说话。梅梅，你这是要造反吗？我这是为了保住杨记的生意。梅梅，你现在是在逼你叔叔。不是逼你，是通知你。今晚起，你所有财务审批和人事权限暂时移交，职务去留由董事会决定。你敢！我为什么不敢？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杨记，爷爷交到我手上时只有一句话：谁犯了错，谁就得挪地方，不管是谁。好得很。明早8点董事会，我看你怎么解释今晚这场闹剧。梅梅，是不是妈拖累你了？别胡说，梅梅是在干正经事儿，再让建国折腾下去，老爷子在天之灵才真不安稳。妈，怎么会呢？要不是您，我可能还要再等半个月才能撕开这个口子。杨记这2年账面流水还行，可利润一直不对劲儿。建国叔不是怕伤老人心，他是怕刨到自己的根。从供应链到后厨，每一个环节他都安插了自己的人。今天的闹事，还有当初松鹤苑那边都不是终点，他是想通过这场联姻，彻底把杨记的资产通过冯家的口子转移出去。爷爷遗物的旧木盒里还有东西，爸，明天你带去董事会。各位董事，杨记成立至今最注重的是信誉，可就在昨晚，咱们这位掌门人在大堂里闹出了多大的动静，想必大家都听说了。昨晚杨总情绪失控，当场要开除我，还冻结供应商合作，导致大批客户退卡撤单，这些是属实吗？属实。你承认就好。各位，杨总太年轻，把个人恩怨带进公司决策，为稳定军心，我建议暂停他的经营权，由我暂代整改。三叔，你准备的挺充分，昨晚的完整录音、客户补偿登记、供应商自检报告已经发给董事会了。该处分我的，我认，但该查的人，一件也不能少。梅梅，证据还有吗？一个破木盒还想翻身？这是爸的遗物，三弟，纸包不住火，你自己看看吧。收受贿赂，季度合计186万元，钱款全都到了和你关系近的人名下的公司。那是别人的公司，跟我有什么关系？杨梅，在商言商，杨记扩张有资金往来很正常，你这是栽赃，是为了铲除异己，不择手段。既然你想要证据，那就听听你自己是怎么说的。李总，钱到账你放心，那批冻品的事我这边给你压下去。杨记要查，我就拿客户名单说事。丫头片子不配坐这位置，等他下马，杨记就是我们的天下。
假的，都是假的，这是 AI 合成的，是杨梅找人伪造的，你们不要信他，他想独吞杨记，他在陷害我这个长辈。够了，建国，这声音我听了30年，我闭着眼都能认出来。你居然敢做这种事儿，你对得起老董事长吗？各位，别忘了杨记这些年是谁撑起来的？老董事长走的时候，杨记才几个店，现在的规模，谁敢说没有我杨建国的血汗？老客户是我一个个拉的，分店是我一点点跑出来的。我为了杨记，老婆生孩子都没回去，喝出过2次胃输血，我拿了一点，但那是我应得的。你们要为这个刚回国的丫头送我这个老空子进去吗？所以你觉得那些客户就可以被宰，没有这些弯弯绕绕，家业就做不大是吗？你口中的人情是建立在给客户吃冻品、收高价、设局讹诈的基础上，你所谓的功劳就是把杨记的根从里到外蛀空。你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商场如战场，不耍点手段哪来的利润？哪来的扩张？不是家业做不大，是你自己的胃口填不满。董事会表决。杨记要的是能吊12小时高汤的匠心，不是投机取巧的黑心。解除杨建国运营副总职务，移交监察部深入调查。杨梅记内部处分1次，继续主持整改。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你们以为处理我就结束了？今天除掉我，明天还会有第2个我。这就是人性，你们清理不干净的。那我就清一个算一个。各位，杨记从我爸死后就交给梅梅管，我不懂这些事儿，我就懂一个理：真心为家族、为家人、为企业好的人只会越来越好。反过来，上梁不正，下梁就得歪。你刚才说人性如此，那是你，我女儿不是。她在松鹤园打人，查这些事儿不是为了出一口气，她是为了以后进这道门吃饭的人。不管穿什么衣服，都能被公平对待，是帮杨记把丢了的脸面重新捡回来。第一批停职名单、客户补偿名单和供应商终止名单都已经发下去了。妹妹，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深。乱是一时的，如果不去掉这些烂肉，杨记就没明天了。不只是内部，审计发现杨建国和冯氏集团的账目对超做得非常隐蔽，已经渗透进了我们几个重大地产投资项目里，这根子烂得太透了。那就挖到底。爷爷既然把这口锅交给我，我就不能眼睁睁看着它烂在这些蛀虫手里。别说是1半供应量，就算杨记明天关门大吉，我也要把它清得干干净净。梅梅，网上有人在骂你。妈，别看。妈不怕，妈就是看不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这么骂你？所以我们要把完整证据放出去。发，清白是咱们杨记的命，有人往咱们脸上抹黑，咱们就得用这盆清水把它泼个干干净净。别怕，爸在这儿。爸妈，对不起。别总说对不起，你爸这辈子没什么出息，就这块杨记的牌子是你爷爷留给你的，我这点脸皮还能替你挡一挡。老周，把备份的松鹤苑包间监控，还有三叔杨建国跟供应商的交易清单全部公之于众。明白，杨总，舆论的这把火该烧向那些该烧的人了。杨总，成了。监控视频放出去后，全网都在声讨宋鹤莲和秦玉珍。冯正的电话已经打到公关部求饶了，还有杨建国那边几个老董事亲自发话，要配合监察部。
知道了，周叔，这几天辛苦你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好，杨总，你也早点休息。杨记欢迎且尊重每一位来吃饭的客人，用真心与诚心对待每一位消费的顾客。